夜半招鬼人。丽丽是一个胖胖的女生，她很可爱，长相圆润，给人一种福娃娃的感觉。可是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，丽丽无疑是不吸引人的。她是一名服装设计师，拥有敏锐的时尚眼光，设计的衣服都是潮流最前线的。可是她自己却穿不了，因为她是个小胖子。丽丽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减肥办法，无论是节食、运动、减肥药，甚至是抽脂，她都尝试过，可是效果都没有，她还依然是那个可爱的小胖子。丽丽的部门经理是一个帅气多金的小鲜肉，丽丽爱慕他很久了，而且丽丽和他关系非常好。可是呢，丽丽不敢表白。她知道经理喜欢的是肤白貌美、腰细腿长的美女，而丽丽至多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。丽丽还记得，同事夸她可爱的时候，顺口会说上一句：“可爱可爱，可怜没人爱。”这天，就在丽丽在电脑上查询有没有什么新出的减肥方法时，网页突然自己蹦出来一则广告，上面写着：“你有无法达成的心愿吗？你有无法实现的理想吗？只要供养它，就没有不能实现的事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你不相信，却不代表它不存在。只要诚心祈祷，就可以实现，不需要花钱，为何不试一试呢？就是不灵，也不吃亏哟。”由于对减肥已经形成了很深的执念，纵使丽丽觉得这篇广告很诡异，可是还是义无反顾地点了进去。网页内详细地介绍了操作流程，丽丽发现这是一个招鬼仪式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人有人的心愿，鬼有鬼的心愿，鬼替人得偿所愿，人也要替鬼完成心愿。午夜12点，丽丽按照流程上所写，准备好一面镜子，在镜子左边点上白色蜡烛，随后拿起一把红色梳子，开始梳头。边梳头边念召唤契约。片刻间，丽丽对面镜子里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个人影。“你叫我出来，可是有什么愿望要实现？”突然出现的声音夹杂着阴阴的冷气，就像有人开启了冰箱门。丽丽却清楚地知道，她在卧室里，怎么会有冰箱呢？丽丽努力地压下心中的恐惧，尽量地保持声音的平稳，因为她知道，与鬼打交道，首先就不能怕他。“我想要变美，变瘦，收获爱情。”也许是心中的执念大过了害怕的情绪，丽丽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疯狂的表情。此刻的她，竟比镜中的厉鬼还要吓人几分。“我可以帮你实现愿望，但是你可知要我帮忙的代价？”听完厉鬼的话，丽丽毫不迟疑地接道：“只要你能帮我实现愿望，无论什么代价，我都愿意接受。”“好，你将这瓶尸油兑水服用半个月，半个月后，你就会变成你想要成为的样子。”说完以后，镜中的鬼影渐渐消失了，就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。要不是镜子前面有厉鬼留下的瓶子，丽丽真的会以为自己做了一场荒诞的梦。为了达到目的，丽丽特意请了半个月的假期，谎称自己去做瘦身手术，实则呢
是躲在家里服用尸油。因为服用尸油的半个月内不可以见阳光，所以丽丽就在屋子里藏了半个月。幸好平时因为身材的原因非常自卑，所以呢也就没有什么好朋友之类的来打扰她。如此半个月转瞬即逝，丽丽看着半个月来自己的惊人变化，不由得惊呆了。她不但瘦了，还变得特别漂亮，纤细的身材，笔直的双腿，小小的瓜子脸，大大的眼睛。看着镜中那个亭亭玉立的女孩，丽丽不由得呆住了。脸还是原来那张脸，只是现在的她就像是被美图相机 PS 过的照片一样，把不美丽的地方都删除掉了。她没想到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。当丽丽踏进公司的一瞬间，犹如一滴水进了热油锅里，顿时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关注。丽丽对这种效果非常满意，她惬意地享受着这周围人极度羡慕的目光。丽丽终于如愿以偿地引起了部门经理的注意。不久，丽丽便收获了爱情，她的男朋友正是她爱慕已久的部门经理。就在丽丽以为她可以开始幸福生活的时候，她突然发现她的美貌在衰老，就像是过了花期的鲜花在逐渐的凋零，而且速度还很快。不得已，丽丽只好再次找上当初那个厉鬼。你答应过我的，说是只要让你拥有美貌和爱情，无论什么代价都可以承受的。现在你很漂亮，也收获了爱情，而我只是拿走我所需要的东西。看着厉鬼脸上诡异的表情，丽丽的心中有股不祥的预感。你想要什么？我当厉鬼太久了，终于等到了接班人，只有你替代了我的位置，我才能去投胎呀。说完，厉鬼猛地从镜中伸出一双手，将丽丽拽往镜中。无论丽丽怎么挣扎，终究还是被拖入了镜中。接下来为你讲的故事是两个梦。我做过2个可怕的梦，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是一个封闭的房间，没有窗子，天棚上挂着灯，雪亮的光射下来，房子正中央有一张高高的床，床上铺着黑色单子，除此再没有什么了。我看不出这房间的功能。有一个微胖的人站在床边，他穿着大褂，戴着口罩，那大褂和口罩都是黑色的。他笑吟吟地瞅着我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他营养不错的，而且受过很好的教育。我的家里很穷，我长到18岁从来没有吃过早饭，而且我没有读过大学，甚至连初2都没有读完，没有人瞧得起我，因此我一见到他就觉得我和他不是一路人。虽然他笑得很平易近人，但我还是觉得这房间里似乎有点危险。我伸长鼻子嗅了嗅，闻到一股莱苏尔消毒水的味道，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医院的什么治疗室。可是我接着又闻到了一股血腥气，我抖了一下，撒莱苏尔的地方肯定有血的气味。我放下心来，一步步地走进去。穿白大褂的人还在笑吟吟地瞅着我，我的头发突然就竖起来了。我发现这个人身后没有影子。我回头看了看，后面竟然是一面墙，原来那门是一个圈套。我回过头，
像绵羊一样的看着他。你跑什么？他的嘴在口罩后面说道：你怎么没有影子？这是手术室。他指了指上头，笑笑说道：这是无影灯。我似乎有点相信他了，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脚下，内心又一次充满了恐惧。他在说谎，我有影子呀。这个时候他也看见了我的影子，突然惊骇地瞪大了眼睛，尖叫起来：你有影子！突然灯一下全部就灭了，我从明亮的梦中跌落，摔到了现实的黑暗中。这时是午夜。我奶奶死的时候我还小，系着鲜艳的红领巾，在绝伦地小镇读着小学。我只见过奶奶3面，她改嫁跟一个老头子过日子，那老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他住在一个叫做20号的无名村子里，离绝伦地小镇大约30里路。最早他跟我妈2人闹别扭，后来芥蒂越来越大，他对我爸也有了仇怨。奶奶给我的印象就是缄默地坐在炕上抽烟，长长的烟袋，一股子烟油味，很呛鼻子。他呢快70岁了，头发依然很黑，没有一根白发。他穿的是黑色棉袄棉裤，还有黑色的鞋子，只有一张脸和2只手是苍白的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的生活是彩色的，他的生活是黑白的，就像他那唯一的一张照片。那是一张黑白遗像，10寸见方，挂在我家堂屋的中央。奶奶穿着黑袄裤，定定地看着我。每次放学回家，看到她的眼神，我都感到不舒服。听说她临死的时候还在生我妈的气，只为了一件衣服，一件紫色的对襟袄，是我爸进城办事儿回来的时候给我妈买的，39块钱。当时我奶奶正巧在我家，她就生气了，对我爸说：自打你参加工作，就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。这人老了呀，有时候就像个小孩一样不讲理。我爸有点不耐烦地说：等我下次进城，一定给你挑一件。我奶奶一扭头，眼睛恨恨地盯着雪白的墙，不说一句话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。没等我爸再进城，他就死了，死在那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老头的怀里。他是半夜咽气的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妈突然叫起我，她说那件紫色的对襟袄不见了。她东翻西找，终于没找到。她急着去上班，赌气的走了。家里只剩下我一个5岁的孩子，坐在门槛上晒太阳。偶尔一回头，看见阴森森的堂屋里我奶奶那张遗像，我就打了个冷战。那张遗像突然变成了彩色的。准确点说呢，她的脸还是黑白的，只是照片中她竟然换上那件紫色的对襟袄。她定定地看着我，我傻傻地看着她。我想跑，可是院门是锁着的。我把堂屋门关上，走到院子的榆树下，坐下来静静地想，奶奶怎么穿上我妈的衣服了？这一段呢，不是梦，因为后来我实在是暖暖的在太阳下睡过去了。我梦见那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老头，他像猴子一样灵巧地蹬着遗像底下的八仙桌，把那件紫色的衣服从遗像上脱下来。醒来后，遗像上我的奶奶果然又恢复了黑袄黑裤。傍晚我爸妈回来后，我对他们说了这件事儿，他们骂我编瞎话，可事实是我没有编瞎话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为你讲的
两个梦。聚财小鬼。桃源乡有一个人叫张欢，这家里呢非常穷，连温饱都成问题。有一天他独自待在家里，忽然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，就起身出去。去死吧！只见一群小孩正用石头打一个衣衫褴褛的外乡人。张欢见那个外乡人不像什么坏人，就大声把小孩轰走，并把外乡人请到家里。外乡人十分感激。张欢就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何来到这里？外乡人说：我叫云清子，是一个道人，四海为家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张欢仔细一打量，发现这个人还真有点仙风道骨的风范，很客气的说道：原来是道长，失敬失敬。我叫张欢，家里很穷，只要你不嫌弃，想住多久都没问题的。青云子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：我想借住半个月。这语气中带有几分畏惧。别说半个月，就是半年都没问题。家里啊，就我自己一个光棍，还是一个呀很穷的光棍，现在多一个伴儿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这晚上的时候，张欢走进屋里，从床底下摸出半碗玉米面，来到厨房胡乱的煮了一锅粥，一番狼吞虎咽，也算是勉强填饱了肚子。饭后，青云子说道：我看张兄弟一脸富贵相，不应该这么贫穷啊。张欢呵呵一笑说道：道长就不要拿我开玩笑了。青云子十分认真的说道：我虽然像个乞丐，但也懂得许多奥妙之术，我敢打保票，将来张兄弟一定飞黄腾达。张欢听了这话，明知是假的，却也是听得眉飞色舞，像喝了蜜水一样甘甜。第二天早上，道人对张欢说道：我出去转一转，晚上就回来。张欢很客气地说道：好的。家里一点粮食也没有了，仅有的半碗玉米面，昨晚已经吃光了。张欢一天没吃东西，心里胃里都闹得慌。忽然门响了，打开门，只见青云子手里拖着一个小袋子，说道：我四处逛逛，捡到了一小袋米，咱们今晚肚子有着落了。张欢是高兴极了，把米放进锅里煮了，虽然没有菜，却吃的是无比的香。吃完饭，青云子对张欢说道：村西头那个的大户人家叫什么来着？张欢说道：那是马员外，是方圆几十里最富有的一家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青云子说道：依我看，那马员外比他嘴窄，是个穷酸命，不应该那样富有才对呀。张欢一思索，十分惊异地说道：是啊，前些年那马员外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后来就飞黄腾达，富甲一方了。青云子一听说道：干脆这样，你跟我跑一趟，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。半夜，二人悄悄翻进了马员外家，四处一看，只见一间偏房里还亮着灯，朝缝隙里看去，只见一张供桌上摆着一个酒坛子，两边点着2根白色蜡烛，前面放着一盘纸钱。张欢十分惊奇，这是哪门子的风俗啊？供奉酒坛子，用的还是纸钱。青云子倒是一点也不奇怪，反而无比的镇定。忽然有一个人从供桌底下爬出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马员外。马员外站在酒坛前，叽里咕噜的念了一会儿，
也听不清楚念的是什么。忽然，一只枯枝般的手从酒坛里伸了出来，接着一个血淋淋的小脑袋也钻了出来，再接着，不到1尺长的怪小人儿就从酒坛里蹦了出来，站在供桌上。马员外倒是一点也不害怕，从怀里抽出一把刀子，挽起袖子，在手臂上划开一道口子，鲜红的血液慢慢的流出来。那小人像个青蛙一样，蹦跶一下就跳了过去，伏在马员外的血口上，咕咚咕咚的吸了起来。看得出来，马员外很痛苦，那小人呢，却是很享受。小人喝饱了，反身跳到供桌上，回到了酒坛里。见小人回到酒坛里，马员外放下袖子，又从供桌下爬了进去。张欢被这一幕给吓坏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出了。青云子拉着吓坏的张欢回到家里，对他说道：“马员外就是靠养小鬼发财的。”张欢问道：“什么是养小鬼？”青云子说道：“养小鬼分2种，一种是复仇小鬼，养它是用来杀死仇家的；另外一种是聚财小鬼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来发财的。”张欢说道：“聚财小鬼，就是马员外家养的那种？”青云子说道：“正是，不过聚财小鬼不好养，必须用自己的血才能供养。”张欢说道：“天天喝自己的血，迟早会被喝死的。”青云子说道：“也不是每天，而是每月15，15是一个月中阴气最重的一天，也是聚财小鬼最猖獗的时候。”张欢忽然莫名其妙地说道：“1个月1次，倒也能勉强承受，怪不得马员外被喝了那么长时间，依然那样胖。”青云子说道：“你想养一只聚财小鬼吗？”张欢抓了抓脑袋说道：“想是想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。”青云子说道：“我有一个办法，帮你弄一只聚财小鬼，不过有几个原则一定要遵守，否则你就会被小鬼害死。”张欢说道：“什么原则？”青云子说道：“你是一个富贵命，养聚财小鬼1年后，一定要将他送走，人不可贪心，否则终归会被贪心害死。我看马员外贪心，没多久就会死去的。到时候我把那只小鬼弄来，让你养，保管人丁兴旺，财源滚滚。”张欢问道：“1年后如何将小鬼送走？”青云子凑近了张欢的耳朵，小声说了一阵，最后才说道：“我告诉你的办法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就算你的生母还魂在世，也不能说，否则会被小鬼听到，到时候你会死得很难看。”这没过几天，马员外果然死去了。一晚，青云子提着酒坛来到张欢的家里，对他说：“用自己的血养这只聚财小鬼吧，他好，你也好。”第2天，青云子就走了。自从养了那只聚财小鬼，不到半年，张欢就家财万贯了。1年后，一天中午，张欢用一块写满黄符的黄布包住了一个酒坛，又在院里烧了一大锅翻滚的油。他把酒坛放进锅里，足足炸了2个时辰。从那以后，张欢就没有什么聚财小鬼了。原来青云子告诉他，小鬼根本送不走，除非用油把他炸死，
如果不铡死小鬼，死的就会是自己了。诡异的泰国之行第1集。我呢，有一个朋友叫李汉，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，父母都是博士学位以及优秀的共产党员。他本身也是一个阳光开朗的有上进的男生，高中也读了当地最有名的重点高中，大学呢也是如愿以偿的考上了211。毕业以后，为了建设家乡，就拎包从大城市回来了。后来他家里为了给他安排工作，就让他去泰国读研考博。一开始的时候毫无任何征兆，只有他放假回来才能知道他的近况。泰国大学和国内大学的区别就是上课和放假的时间正好是相反的。国内大学在放寒暑假，泰国大学呢则在上课。泰国也是一个富有神奇色彩的国度，人妖是他们的国粹，养小鬼儿、古曼童、阴阳佛牌、赐福比比皆是。泰国善于和鬼神做交易，从我的朋友李汉身上，我相信这些。他刚去泰国清迈的时候呢，他的父母托当地一所大学的老师帮忙找了一处房子，供李汉在泰国读研考博士居住。李汉和小时候的老友简单的告别以后，就搭乘去了泰国清迈。李汉充满了对知识的求知欲和期盼。下飞机后，打车到了租住的公寓，放眼望去，租住的公寓有点偏离市中心了，周围都是栽种着芭蕉树。公寓年代有点陈旧，但整体看上去还是比较整洁的。李汉拎着自己的包，到自己以后居住的公寓门口，打开门的时候，却怎么也推不开，仿佛门后面有人顶着一样。李汉就嘀咕了，这里好歹也是公寓，怎么基础设施那么差呀？是不是租金很便宜？我爸妈也太省事了吧，算了算了，以后慢慢换吧。李汉才嘀咕完，门就被轻轻地推开了。推开门的一刹那，一股冷气呼呼地吹着刚要走进门的李汉，他的脸被突然吹来的冷气吹得至紧，全身的汗毛竖立。李汉想，这是谁开的空调啊？开这么凉，完全是冰火两重天。进入房间以后，简单扫视2眼以后，这个就是以后要长期居住的出租房了。一张长桌，一个沙发，一张床垫子，还是乳胶床垫，不错不错，一个空调。这时李汉才发现，空调是关着的，窗子也是关上的。那刚才是哪里来的风呢？难不成是帮忙租房的老师提前来帮忙收拾，设定好了空调时间？真贴心呢。李汉把包放下，并给家里打了电话，报了平安以后，决定出去逛逛，看看周围的环境，和去超市买点必用品。李汉下楼时发现，公寓的左右两边都种满了芭蕉。公寓的背后是一条小河，青绿色的河水刚刚与路面持平，河水绿油油的，仿佛有一双眼睛在河里盯着李汉看。这小河的另一边则是一片田地。李汉打了一个冷战后，就出发去超市扫荡，然后就回到了公寓了。晚上回公寓的时候，李汉就琢磨着，这次恐怕又要大力出奇迹才能开门了。结果还没怎么发力，门就很轻松地被打开了。李汉一脸懵逼，紧紧抓着头，也没多想。第二天呢，起床，他决定早点去学校，给老师一个好印象。打整好以后，出了门，
打车去了学校报到了。一天中规中矩的结束了，李汉决定去找帮忙租房的老师表达感谢，顺道请他吃饭。毕竟以后还要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生活4、5年呢。李汉在保安的指引下，找到了藏在植被深处的教师办公楼，见到了那位热心肠帮忙租房的老师。这位老师拒绝了李汉的盛情邀请，表示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他。李汉突然想起设定空调这一茬，就对老师说道：以后遇到事情我自己先解决，实在不行再来麻烦您。谢谢老师您帮我打开空调，还打扫了房间。老师很诧异地说：什么设定空调？那空调房东不是说坏了吗？是不是在你来之前房东又叫人修好了？泰国人的效率什么时候这么高？不管了李汉你也别客气，我跟你父母特别熟，房间确实是我帮忙去看的，没啥问题。以后你找了女朋友也够住了。清迈美女很多的，小伙子加油啊！老师说完，李汉也没在意，就顾着害羞了，满脑子都是清迈美女。等遇到合适的，就鼓足勇气追他丫的。第二天，李汉发现班上还有其他的国人，其他的国家的也有，大家都是年纪相仿的，都合得来。李汉还惊奇地发现，在班上有一个加拿大的小伙子就住在他的公寓那儿，还跟他同楼，而且就住在隔壁。巧了，以后上课有伴了。加拿大小哥呢，知道李汉就住在他的隔壁，也很是高兴，手舞足蹈地说以后上课有人跟他一起迟到了。李汉本来也很乐意，听到加拿大小哥的话，满脑子黑线，心想鬼才跟你一起迟到呢。奇怪的是，李汉每个学期结束都在变化，性格从阳光健谈慢慢的转变为沉默寡言，饮食从毫不忌口转变为不吃辛辣，不吃油盐，很少吃肉。精神状态也从之前的饱满转变为萎靡了。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不够睡，黑白颠倒。当李汉去泰国留学第2年第4个学期结束回来时，李汉拉着他的发小彻夜聊天到天亮。他的发小这才真正知道李汉在泰国经历了什么。以下就是李汉的描述。才到泰国第1学期，就只有住出租房遇到点奇怪的情况，其他呢都挺正常的。从第2个学期一直到现在，只要在泰国那间公寓的出租房里睡觉，总会做同样一个梦。梦到被一个披头散发，头发像刚刚洗过，头还滴着水，身穿蕾丝半透明丝绸睡衣的女人，露出白的毫无血色的手臂，染着猫眼石似的姨妈色指甲油，一把抓向睡在床上的他，粗鲁地把他从窗子扔出去。每次梦到这里，李汉都会惊出一身冷汗。这样的梦一直持续了1年半了，不是梦到被丢出窗外，就是梦到被丢到公寓后面那条绿油油的河水里面。这些梦的共同点就是那个女的都是穿着那件睡衣，头发湿漉漉的，也不说话，很暴力，很粗鲁。一开始他的发小以为李汉要讲春梦，听着听着不自觉的就张大了嘴巴了，爆了一声粗口，看着李汉说：你丫遇到的是阿飘啊。李汉表示一开始呢，他也不相信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
想着哪有这些阿飘什么的呀，第一学期就没有怎么遇到，就是空调老是出问题，自动开自动关。李汉为此还找过当地的师傅来看，结果空调师傅只是走到门口就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大堆。李汉拍拍头，掏出手机打开翻译软件，才大概听懂。空调师傅并不是说他空调有没有问题的事情，而是在劝他早点搬离这里，不适合他居住的。又建议李汉去寺庙请白衣阿赞师傅来帮他看看。李汉感觉他请了个托，共产主义接班人怎么可能相信这些鬼鬼神神的东西呢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。后面李汉也就没有管空调的事情了，想着就凑合着用吧。慢慢的，李汉的安静生活被打破了。先是空调自己开，接着浴室花洒莫名喷水，再接着半夜总是听到楼上有小孩玩玻璃珠，还会出现有人叫他的名字。但李汉确定在泰国没人会叫他的中文名，李汉都置之不理。直到有一天，李汉在浴室洗澡的时候滑倒了，爬起来的时候看到了血，以为是自己磕破了头，草草收拾下去医院包扎，被医生告知只是磕破皮，无大碍，轻微出血。李汉又感觉自己遇到庸医了，明明看到是一地的血，头也很痛，怎么会是轻微出血呢？将信将疑的李汉回到了出租房。李汉决定去隔壁同班同学加拿大小哥那里蹭住2天。加拿大小哥表示很欢迎。李汉继续去找帮忙租房的老师，被告知这位老师出了车祸，在医院里住院的，让李汉过段时间再来。李汉找人无果，又联系不上房东，只好回去再想办法。当李汉路过一家网吧时，他突然灵光一闪，既然我避不开，那我就去整治他。李汉进了泰国网吧，查看国内阿飘知名论坛，他看了很多帖子，都跟他有类似的经历，开始学习上面的方法。李汉说他当时是昏了头了，如果他当时没走那条路，或者早日搬离出租房，那会有后面的事情啊。当时李汉已经疯狂了，放假回国以后买了一堆奇奇怪怪的法器，跟他的发小神经兮兮地说要灭掉阿飘。他发小就笑笑，以为李汉小说看多了。当李汉回泰国的第2年下半年，李汉才待了不到3个月，就拎包毅然决然地回国了，并且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哪儿也不去，也不去工作，也不考试，就宅在家里虚度光阴，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不够睡。当他发小再次见到李汉的时候，已经是第3年春节了。此时的李汉精神萎靡，时不时自言自语，眼睛仿佛得了红眼病，充满了血丝，头油油的，脸油油的，穿得奇怪，说话没有条理，开车不认路，开导航都没用。开始喜欢听说唱，然后看着日漫动画。他的发小问他最后买法器回去以后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李汉借着酒劲，含含糊糊断断续续的讲述了他经过的事情。诡异的泰国之行第2集。他回国买了奇奇怪怪的法器以后，还去花钱去通海一个师傅家里请了一个平安符。回泰国以后，
按照师傅的交代，把平安符放在床角，用被子压住，睡了一晚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自己的脚消肿了，也不疼了。李汉欣喜地想，师傅的平安符果然有用。结果扒拉起床单就傻眼了，平安符不见了，只有一小撮灰在原来平安符的位置上。李汉满脑子疑问地看着自己的床单，没有任何烧灼的痕迹。李汉是不相信平安符已经烧成灰了，只觉得自己放哪里忘记了。但当李汉全部翻找过来以后，就找不到平安符，反而找出一件涂油原料的衣服角和一撮缠起来的头发。李汉干脆来了一场大扫除，把能拆的都给拆了打扫。透气通风，地板都是李汉花了3块毛巾跪趴着擦完的。看着焕然一新的出租房，心情很美丽。晚上睡觉觉得异常暖和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整个出租屋里都是冰冷的，总是冒着凉气。就这样住了1个月后，李汉发现卧室里不再冰冷，空调也不再自动启动了，反而是一进卫生间就感觉全身不自在，呼吸困难，脸皮紧致，全身鸡皮疙瘩。这时的李汉已经确信自己平安符自然成灰了。阴气从卧室被驱赶到了卫生间里，李汉心想，大不了我就去学校上厕所，洗澡就去隔壁加拿大小哥那里蹭洗。就这样又过去了1周，李汉就开始琢磨，这也不是办法呀，又去网吧那里寻找办法。此刻的李汉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了，他已经相信真的有阿飘存在，他所经历的都用科学解释不清楚。他把他的疑惑发到论坛上，很快就有一个回复，让李汉去卫生间的地漏看看是否有异物，如果有的话清理出来，带去寺庙净化掉。李汉一脸莫名地看着这个回复，觉得不可能会有的。他洗澡时不会堵水，但李汉还是决定回去试一试。不知是不是墙壁上贴满了法器的原因，李汉还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。他恍惚了一下，进入到卫生间检查地漏。他惊奇地发现，果然如论坛上回复他那个人所描述的一样，地漏里长满了黑色如头发一样的植物。为何形容长满呢？李汉发现这些植物的根都渗入到管道细小的孔洞里，正好堵住了管道细小的孔洞，间接的保护了没漏水到楼下卫生间里。黑发植物有像用着护发素一样顺滑有光泽，韧性也很好，扯断会流出来白绿色的浆液。李汉这时打了个哆嗦，继续小心翼翼地清理着黑发。当全部清理出来，李汉有点惊吓到了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头发一大捧在地上？心想，竟然没堵水，真的很不科学。再加上这2年的经历，用科学来解释得通吗？一不做二不休，也不带去寺庙了，就地解决。李汉从卧室里拿了一个铝合金洗脸盆，垫上一些纸符，让黑发植物更好的燃烧。黑发植物遇火没有立马燃烧，而是卷缩在一起，缩成一小团，才慢慢的被燃烧完的，仿佛有生命一般。李汉把一盆黑灰用水倒入马桶，全部冲走了。在他按下冲水键的时候，一股冷风
从卧室那边吹过来，一些灰也迷进了李汉的眼睛。李汉忍着辣疼的眼睛，连冲好几次马桶，才过去冲洗眼睛。李汉欢天喜地的下楼去网吧论坛上回复。当李汉告知对方就地烧毁黑发植物，并用马桶冲走灰烬以后，对方回复了一句话：什么都不用管了，速速回国。就再也没有理李汉了。李汉夺名连环问，都没有任何回复。意兴阑珊之下就下了线了，觉得脏东西都被他除掉了，对方反应是不是太激烈了？再说只要熬1年就可以拿到含金量相对重的研究生文凭了。李汉觉得自己应该庆祝一下，买了一些下酒菜，买了点啤酒回去庆祝。当李汉回到出租屋以后，正准备开吃，却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儿。当李汉循着味道去找，在窗子的边上有一滩暗绿色的液体，闻起来像死了很久的老鼠的味道。李汉这时也失去了庆祝的心情，开始着手清理这滩莫名的液体。这时李汉想打开窗子通通风，却发现打不开了，仿佛被人从外面上了锁。这窗子明明是从里面打开的，怎么就推不动？李汉无奈的想去隔壁叫加拿大小哥。出去走到走廊上，却发现平常开的明亮的日光灯都熄灭了，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楚。李汉打开手电筒，敲响了隔壁加拿大小哥的房间，却落了一层灰在李汉的手臂上，仿佛隔壁很久很久没人居住了一般。李汉这时呢反而不害怕，都说喝酒壮胆，果真如此。李汉越想越觉得生气，后面呢就指着走廊上的日光管破口大骂，骂完又进屋指着窗子空调破口大骂，最后骂累了坐在地上喝了口啤酒润润喉咙，把这2年来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出来了。在骂骂咧咧的过程中，李汉的眼睛火辣辣的烧，但是也抵抗不了席卷而来的酒力。最终李汉倒在地板上睡着了。当李汉感受到冰凉刺骨的寒冷时，迷迷糊糊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竟然在卫生间的地上，身上的衣服都湿了一半了。泰国的夜里才是24小时里温度最低的时刻，因白天温度太高，李汉只穿着单薄的衬衣和一条大裤衩。他利索地爬起来，觉得头很疼，眼睛疼，全身疼。李汉站着回忆了一会儿，想起那滩不明液体，开不开的窗子，没人住的隔壁，黑暗的走廊。当李汉走到窗前，轻轻一推，窗子就打开了。外面是虫鸣星夜，依稀还可以看到一些萤火虫。打开房门，走廊依然明亮，在隔壁的门外都能听到加拿大小哥交响乐般的鼾声。李汉只觉得自己仿佛做了一个梦，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会在卫生间里。李汉越想越觉得害怕，越想越清醒，干脆跟老师请一个假，第2天去寺庙里看一看。第2天，李汉简单的打理了一下自己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寺庙找最受欢迎的白衣阿赞。当李汉站在寺庙门口的时候，被告知让李汉去后院等待。李汉一脸莫名，自己没说过要找谁呀，就让我去后院等待干嘛呀？虽然满脑子问号，但还是怪怪的跟着小和尚到达后院等待了。等了一早上，
当李汉觉得被人耍了时要离开时，小和尚找到他，让李汉跟随他进寺庙见他师傅。李汉终于如愿地见到那位白衣阿赞。李汉用翻译器和阿赞师傅做交流。阿赞师傅说，这所有的经过都由李汉造成的。从一开始的时候赶走李汉，梦中托梦传达，再到后面的撞见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再到火烧黑发的事情，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慢慢的恶化。既然2个月前你们相安无事，你睡卧室，他住卫生间，也互不相干，为何你要惹怒他，烧掉他的寄存体？你居住那间出租房，很有可能有非正常死亡的一个女的，那女的心愿未了，才一直留存在那出租房内。李汉听了，才意识到自己犯下的过错，连问解决办法。白衣阿赞师傅呢，摇头晃脑。李汉以为这位师傅也像国内大师一样要好处费，掏出5张毛爷爷递上去，师傅没收，反而一脸奇怪地看着李汉。李汉以为自己没有给掏够，就又给了5张。李汉还想省钱回去吃顿好的，看来呀是吃不成了，结果师傅还是不收。师傅很无奈地告诉他，他是在想有何破解之法，并不是要收取金银之财，只希望李汉出去的时候看个人心意，给寺院一些钱财。最后白衣阿赞师傅建议李汉请佛牌或者赐福。李汉选择了赐福。一只老虎具有权威、力量、挡险的作用。一只老虎在腰部正中央周围绕了1圈的符文。白衣阿赞师傅告诉他，这个符文只能有血缘关系的人碰触，如果对方是女的，来的大姨妈也是不能碰触的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碰触也就破了。刺在后背这个位置，不容易被碰到。李汉只想一劳永逸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阿赞师傅抬出一根很粗很大的针，一看就很重，但巨针在阿赞师傅手里仿佛轻如鸿毛，在绣花一样。当全部刺好时，李汉已经瘫伏在地板上，火辣辣的疼。当阿赞师傅给他念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咒语后，李汉的背部如敷了面膜一样清清凉凉的，特别舒服。完了以后，阿赞师傅帮李汉裹上保鲜膜，并督促他不能洗澡，不能激烈运动，不能被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碰触到，不能从晒着女人内衣的下面穿过去，不能从芭蕉叶下走过。李汉全身酸痛的回去休息。很奇怪的是，除了背面腰部酸疼以外，睡觉也很轻松愉快了，吃嘛嘛香，没遇到任何奇怪的事情了。就这样又过去了半个月，李汉觉得自己再不洗澡就要发臭了。这半个月以来都只是用湿毛巾擦擦身体，赐服也结疤了，掉了。李汉3下5除2的脱掉所有衣服，进了卫生间洗澡，洗得那叫一个爽啊！出浴室的时候随意穿上大裤衩，准备出去吃饭。李汉还在用毛巾擦头发，就琢磨这啥时候去剪个头，突然被人一巴掌拍在背面的腰部的虎符上，听到那熟悉的蹩脚的中文：“嗨，丽，你啥时候纹的身呢？这也太酷了！”李汉懵了，半天瞪着眼睛看着那个加拿大小哥不说话。过了半天，还听到加拿大小哥惊呼一声：“哦，真的是太酷了！那么一只大老虎！”李汉颤颤巍巍地问：“他怎么进来的？自己明明是把门关好的。”加拿大小哥用英语跟李汉交流着：“
不是你把我叫过来的吗？我在玩游戏，你敲敲我的门，说叫我过来帮你看看。问了你半天，你也不说看什么。敲了半天门，你也不开。我刚准备走，你就打开了。我一推就进来，原来是叫我看你的纹身呢。你这是在哪纹的？李汉这时呢，已经听不见加拿大小哥后面的话了，只记得有人在敲他的门，让他去帮忙来看。门是自己开的，自己也没有听到敲门声。这白阿赞师傅千叮咛万嘱咐，非血缘关系的人不能摸，摸了就破了咒了。想到此，李汉不敢再待下去了，随意收拾衣物后，匆匆订了第二天的机票，在加拿大小哥房间里蹭住了一晚后，就直接飞回来了。李汉怕自己再待下去就走不了了。他现在虽然回来1年了，但之前的经历深深的影响到他。虽然泰国的阿飘不可能跟他回来，毕竟国内的阿飘比泰国的更厉害呀。李汉还是融入不了社会，依然宅在家里追动漫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，能不上班就不上班，精神倒也恢复了许多，不像才回来时候那般时时刻刻都想着精神解脱、灵魂与肉体分离的奇怪想法。渐渐的，李汉也不跟父母做交流了，觉得父母不理解他，不懂他。他父母就觉得儿子名牌大学毕业，但一事无成，很丢人，还啃老，不交新朋友，也不出去工作，每天就知道玩电脑、看漫画，还不听话。现在的李汉呢，已经慢慢恢复了，但饮食习惯、穿衣风格，不吃油盐，不吃辛辣，风格还是短袖加大裤衩，无论天气是否炎热，都是如此穿着。挽留，我不能离开他，他是我的世界。陈峰在心理治疗室里抽抽噎噎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和妻子杜玲一见钟情，1个月闪婚，杜玲有洁癖，而婚后陈峰懒散邋遢等各种恶习都暴露了出来，让杜玲不能忍受。如今杜玲已经离家出走，并且提出了离婚了。心理师问他，离开他又会怎样啊？陈峰抬起头，红肿的眼睛看着心理师说道，我不会让他离开，我要好好改过，再也不会犯错。为了挽留他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离开心理诊室以后，陈峰制定了详细的挽回爱人方案，每天给他写很长的信，打扫好房间，整理好，自己拍照片发给他。他坚持了3天，还是没有得到杜玲的任何回复。那晚，陈峰去酒吧放松一下自己，在酒吧邂逅了一个红衣女子，并且凭自己的个人魅力，如愿将女人带回了家。正当2人在床上翻云覆雨时，门铃响了。这么晚了，一定是杜玲回来了。陈峰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妻子发现自己出轨，否则2人的关系就彻底完了。他急忙让红衣女子拿上衣服鞋子躲进了衣柜，接着他整理好床铺以后，定了定神，开了门。杜玲站在门口说道，你写信说你全改了，邀请我回来考验你。我想了想，决定接受邀请。我能进去吗？当然，当然。陈峰强装镇定，侧身让他进门。杜玲有进门洗手的习惯，她径直走进厕所，却发现了红衣女人留下的化妆盒。她冰冷地问道，她在哪儿？杜玲说完，不等陈峰回答，便冲进屋里唯一藏人的衣柜走了过去。
陈峰在想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杜玲和那个女人面对面。于是在杜玲拉开衣柜门时，陈峰随手拿起地上的哑铃，砸死了那个红衣女人。陈峰跪在地上，大脑内混沌一片，不停地说着：别离开我，求你了，别走，别走。过了很久，他抬起眩晕的头，杜玲竟然真的没走，他只是冷冷地笑着看着他。陈峰松了一口气，向妻子保证自己会处理好一切。他独自将红衣女人的尸体拖到卫生间的浴缸中，肢解成碎块，用大塑料袋严密地包裹好，再放入大行李箱中。一切处理完，已经近天亮了。他对默默坐在沙发上的妻子打了个招呼，道了歉，然后拖着行李箱出门，开车去郊区山中抛了尸。再回家的时候，杜玲不在了。陈峰觉得自己仿佛做了一场噩梦，他以为杜玲会去报警，可是过了2天了，仍然没有警察上门。也许他终究还是爱她的。陈峰无法忍受内心的煎熬，不知不觉中又去了夜店了。他迷上了另外一个红衣女子，带她回了家。深夜时分，门铃响了，妻子竟然又回来了。陈峰没有再犹豫，他只能选择再次杀死那个红衣女人，再次肢解抛尸。就像陷入了一个漩涡，陈峰感觉自己失去了控制能力，他忍不住要去酒吧，忍不住要带红衣女人回家，而离开的妻子总是能在那一晚按响门铃。陈峰想，他一定在跟踪自己。为了能再次见到陈玲，他什么都愿意干。如果只有出轨能让妻子出现，那就出轨好了；如果只有杀人能让妻子原谅他出轨，那就杀人好了。10天内，他杀了3个红衣女人，第4个红衣女人的动作敏捷，逃过了他致命的一击，还试图还击。看起来这个女人学过跆拳道。陈峰疲于应付她，2人在房间内展开了搏斗。杜玲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陈峰被踢伤胸口，身上划了不少口子，不过最终他还是杀死那个女人。他费力地将尸体肢解完，已经天亮了。就在同一时间，相距20公里的某个派出所里，跑进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女人，进门就失声痛哭。女人报案说，在半个多月前，她在一家酒吧随一名男子回家，本来想玩一夜情的，没想到那男子的老婆半夜回家，他被男人要求躲进衣柜。当男人老婆拉开柜门时，那男人突然用哑铃重击老婆后脑，杀死了她。女人吓坏了，男子当时也仿佛惊呆了，跪在地上抱着头。女人趁机就跑了。他本来想匿名报警的，可他没有记住那房屋的门牌号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是某个商界著名人物的妻子，趁着老公出差跑去偷情，她担心报警会让自己的事情曝光的。女人哭着说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做噩梦，老是梦到自己被杀，尤其是今天早上的梦，太可怕了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警察带女人去了陈峰的小区里，排查过住户照片以后，找到了陈峰的家里。陈峰刚刚将碎尸放入新买的行李箱中，被警察抓个正着。警察搜索整套房子，确定房中只有陈峰一人。他们被尸体的惨状和屋子里的飞溅的血迹给惊呆了。
陈峰被带走前看了一眼客厅，他看到客厅沙发上的陈玲，对他一笑，就此消失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为你讲的挽留鬼宅。阿海一家终于买上了房子了。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积累，一家人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搬进了新房子了。爸妈，咱们一家人终于不用挤在那个小房子里了，咱们今晚庆祝一下。阿海兴奋地说着。是啊，这么大的房子看起来就是让人舒服。阿海的妈妈也十分满意，唯独一旁的阿海爸爸皱起了眉头了。阿海呀，你说你这房子就10几万买的？对呀，还真让我踩了狗屎运了。可是我看广告上面说，这里的房子最便宜也要30几万呢，这房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空荡荡的房子里，不知从哪里冒出阵阵阴风，让3个人不禁的打了一个寒战。爸，怎么会呢？你看这房子里面好好的，哪像是什么凶宅呀？对呀，老头子，儿子好不容易买个新房子，就你多嘴。我不也是有点不放心吗？这时阿海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喂，二叔啊，好了，你过来吧。阿海啊，什么事情啊？阿海的爸爸好奇地问道。哦，就是厨房那边的水龙头坏了，所以我让二叔来帮我修一下，他说马上就过来。阿海的二叔片刻就赶了过来了。时间已经到了晚上6点钟了。二叔，咱们一起先出去吃饭吧。不用了，我在家吃过了。你们呢，先出去吃吧，我修好了就走。阿海呢劝不过二叔，只好带着父母先出去吃饭了。房子里只剩下阿海的二叔，他走到厨房，仔细的检查了一番。原来是里面上锈卡住了呀，小毛病。经过一番捯饬，总算修好了。这时房子里传来一阵轻响。阿海的二叔好奇起来。阿海，阿海，没有回应。阿海，是你回来了吗？阿海。那阵声音仍在继续。阿海，依旧没有回应。阿海的二叔循声慢慢的来到房间，他慢慢的走近，声音越来越响。声响是从墙壁上发出的。阿海的二叔好奇的走近，慢慢的将耳朵贴到了墙壁上。声音果然是从里面传出来的。他心里不禁一阵发凉。就在阿海的二叔疑惑之际，墙壁里突然伸出一只手，把阿海的二叔给拉了进去。晚上7、8点钟的时候，阿海一家总算是饱餐一顿回来了。二叔，二叔，阿海，你二叔应该是回去了，你看房子都是关得紧紧的。阿海的爸爸说道。水龙头好了。阿海走进厨房，惊喜地发现水龙头已经修好了。晚上一家人看电视的时候，突然阿海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打开一看，是二婶打来的。喂，二婶啊。阿海呀，你二叔还在你那儿吗？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？电话里传来二婶焦急的声音。二叔不在啊。
他修好水龙头就回去了呀。阿海好奇地说道。没有，你二叔还没回来，我都急死了。你说他是不是？哎，不会的，二婶。阿海急忙阻止道。你先别担心，我马上就过来。阿海，怎么回事啊？阿海的父亲焦急地问道。二婶打电话说，二叔到现在没回去。还没回去？你二叔？我现在就去二婶家。阿海焦急地说道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阿海的父母也准备一起去。来到了二婶家，才知道二叔果然从晚上吃完饭出去，到现在一直没有回去。一伙人找遍了所有地方，也没有找到人，最后无奈报了警。警察也开始了展开搜查，一家人呢只好回家等待。安慰好了二婶儿，阿海一家人总算回到了新家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11点钟。爸，你说二叔到底去哪儿了？阿海十分疑惑地问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二叔平时做事挺稳重的，不会跟家里一声不吭就消失不见的。而且我刚刚也问了你二婶儿，他们最近也没吵架啊。一家人最终带着疑惑进入了梦乡了。阿海，阿海。午夜里，阿海睡得正香，忽然被一阵呼唤声给惊醒了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是二叔。二叔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们都急死了。阿海好奇地问道。跟我来呀，跟我来呀。二叔的声音缓慢地呼喊着阿海。二叔，你去哪儿啊？等等我。见二叔转身走开，阿海赶紧追了上去。追了几步，只见二叔站在远处，朝阿海挥手。过来呀，过来呀。阿海仿佛神志不清一般，笑嘻嘻地说道：是的，二叔，我来了。阿海慢慢地走过去，啪！忽然阿海的脸上传来一阵疼痛，仔细一看，站在旁边的是自己的父母。爸妈，你们……阿海啊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吓死我和你妈了。阿海的爸爸疑惑地问道。我刚才看到二叔了，他就在那边。阿海指了指远处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。阿海这时候才发现，自己站在天台上，所说的远处，就是天台的围栏那边。要是自己刚才过去的话，后果是不可想象啊！阿海的父母听了以后，顿时觉得一阵凉意。阿海，你说什么？你刚才看到你二叔了？阿海认真的点了点头。第二天，他们去找了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见到他们，当时就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哎呀，你们闯了大祸了。阿海一家顿时就惊住了。大祸？师傅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对呀，还有我二叔他到底怎么了？我晚上怎么会看到他呀？而且还在天台上让我过去。哎，你们住进了鬼宅了。至于你二叔啊，你说你看到了他在呼喊你，我想他一定是凶多吉少了，被那鬼给控制了来害你。这一下阿海一家人害怕的不得了。那师傅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算命师傅掐算了一番，死者的尸体应该在房间的墙壁里，不过你们现在不要去，因为晚上阴气最重，鬼的法力也是最强的。
你们还是等到白天的时候再回去吧。阿海一家呢熬了一夜，总算等到天亮了。切记，一切按我说的做。阿海一家在市场买了一些香烛元宝，打着哆嗦回到那个鬼屋里。虽然现在是大白天，不过这房子里莫名传来阵阵阴气，让一家人不由得打了个冷颤。啊！阿海拿着铲子在墙上铲了一会儿，果然发现自己的二叔，不过已经没有呼吸了。他们抬着二叔的尸体走出来，在门口又烧了纸钱。咱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别见怪，别见怪。阿海连房子里的东西都不敢收拾了，带着父母就离开了。房子里莫名的阴风将房门狠狠地关上。阿海再也不敢随便买便宜的房子了，因为便宜的里面肯定有蹊跷，一不小心就会把命给搭进去的。先生，需要买房吗？很便宜的，只要10几万。路边一个拿着传单推销的人对着人们宣传：真的呀，这么便宜？不买就没有了，只剩下这一套了。好，我买，我要买。那位推销员转过身，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那张脸十分的熟悉，是阿海的二叔。